在从事这个行业工作的30多年来，我看过太多人精心挑选健康食品，却不知不觉把自己吃进医院的案例。今天我要告诉各位一个真相，最可怕的不是吃错，而是自以为吃对的食物，却把它们错误的组合在一起。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医师。我们总以为健康来自吃什么，却忽略了更关键的问题，这些食物在你体内是如何彼此作用的。人们呢，常容易把营养学想得过太简单，旁附一个食物补血，另一个护胃，把它们摆在同一餐桌上就能相得益彰。但人体不是试验馆，也不是把营养标示贴在身上的机器，它是一个精密到连微小分子都会互相牵动的生化系统。很多人苦于身体越来越没力，胃口越吃越差，体重莫名波动，皮肤状态突然失控，却始终找不到原因。因为你以为吃得很健康，但你不知道，有些食物在彼此碰撞的那一刻，就像两种化学试剂混在一起瞬间冒烟，不是加分，而是中和、对抗，甚至产生你肉眼看不见的负担。营养界里有这么一句老话，单一营养不会害你，错误的组合才会悄悄拖垮你。当蛋白质被不该同台的酸性食物干扰而无法消化，当一个看起来补身的食物把另一个食物里的重要微量元素全数破坏，当你以为补到身体，却其实是在让肠胃黏膜一点一滴磨损，这就是许多人健康崩塌的起点。而可怕的是，这些变化没有剧烈疼痛，没有立刻反应，没有明显警告，它们像是暗夜里的慢火，把你的身体烧得前前静静，你却浑然不觉。上个月，一位42岁的企业协管被送进急诊室，剧烈腹痛、恶心呕吐，初步诊断是急性肾结石发作。这位患者一向注重养生，每天喝绿叶蔬果汁，补充钙片，吃得很前劲。检查结果令人震惊，他的双肾布满了细小结石，就像装满沙子的袋子。严医师，我按照网络上的健康食谱，每天用菠菜、苋菜打成果汁，还会加入大豆，增加蛋白质，同时补充钙片。我吃的都是超级食物啊！他在病床上虚弱地说。我看着他的检查报告，心痛地摇头。你吃的每一样都是好东西，但把它们放在一餐里，就是在体内制造结石流水线。第一章，绿色危机，草酸与钙的死亡结合。这位患者的问题就出在菠菜、苋菜加大豆这个看似养生的组合。菠菜和苋菜含有大量草酸，大豆富含钙质，当它们在肠胃中相遇，会立即结合成草酸钙，这正是它最痛苦的肾结石的主要成分。更可怕的是，这种结合是在消化过程中最关键的小肠里发生的。草酸原本应该随粪便排出体外，但当它与游离的钙离子结合后，形成的草酸钙晶体极易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最终通过肾脏过滤。在肾脏浓缩尿液的过程中，这些微小的晶体会逐渐聚集，就像滚雪球一样，最终形成结石。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同时摄取高草酸食物与钙补充剂的人群，患肾结石的风险比正常人群高出 42%。这不是个案，而是每天都在无数养生人士体内发生的化学反应。第二章，水果的甜蜜陷阱。当水果遇上正餐，门诊里坐着一位糖尿病患者，他的糖化血色素高达 9.2%。他困惑不已，严医师，我已经用水果代替甜点，饭后马上吃水果促进消化，为什么血糖还是降不下来？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残酷的事实，饭后立即吃水果，等于把整餐饭
变成升糖炸弹。米饭、面食等碳水化合物在消化后会变成葡萄糖，这个过程需要1到2小时。水果中的果糖虽然升糖指数较低，但当它与正餐混合，会显著延长食物在胃中的停留时间。这意味着胰岛素需要同时处理来自主食的葡萄糖和水果的果糖，负担瞬间加倍。更严重的是，果糖在肝脏代谢的过程中，过量部分会直接转化为三酸甘油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素食者、水果爱好者反而会得脂肪肝的原因。肝病学期刊的研究证实，连续2周高果糖饮食，健康成人的肝脏脂肪含量就会显著上升。这不是水果的错，而是错误的食用时机让它成了健康杀手。第3章，蛋白质的内战。当肉类遇上豆制品，这是我在社区健康讲座上遇到的真实案例。一位健身爱好者每天训练后都会饮用高蛋白饮品，同时包含乳清蛋白和豆浆。他抱怨说，我这么认真补充蛋白质，为什么肌肉生长缓慢，还经常腹胀？问题就出在蛋白质的内耗。动物性蛋白质如乳清蛋白和植物性蛋白质如大豆蛋白的消化吸收速率存在显著差异，乳清蛋白吸收快，大豆蛋白吸收慢。当它们同时进入消化系统，快的会被慢的拖累，导致整体吸收率下降。这就像让短跑选手和马拉松选手同时起跑，结果谁也发挥不出最佳水平。这些未被完全吸收的蛋白质在肠道中腐败，产生氨、硫化氢等毒素，这就是它腹胀、排气恶臭的原因。营养与代谢期刊的研究指出，分开摄取不同来源的蛋白质，比混合摄取的生物利用率高出 23%。这意味着你花大钱买的蛋白粉，近1/4可能白白浪费了。我们接下来就详细解析如何正确分食、科学搭配，让每一口食物都真正为健康服务。今天我要为大家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经过30多年的临床验证，我总结出一套正确分食法则，希望能帮助大家避开这些健康陷阱。第1章，时间差的艺术，间隔进食的科学。对于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高管患者，我给出的处方不是药物，而是一张进食时间表，富含草酸的绿色蔬菜、菠菜、苋菜等与高钙食物豆腐、牛奶、钙片必须间隔至少4小时食用。为什么是4小时？这是根据胃排空时间和营养素吸收高峰期计算出的安全距离。草酸主要在小肠前段吸收，而钙质的吸收则贯穿整个小肠。足够的时间差可以确保它们不会在吸收高峰期相遇，所以我早餐的菠菜汁应该和晚餐的豆腐错开。没错，我指着他的新检查报告说，你可以早餐喝菠菜汁，晚餐吃豆腐，或者午餐吃菠菜沙拉，睡前补充钙质，只要保持安全间隔，这些都是优质营养来源。第2章，水果的独立时间，何时吃最理想？对于那位糖尿病患者，我给出的建议很简单，水果应该在2餐之间单独食用，最好是饭前1小时或饭后2小时。我现在在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吃水果，血糖真的控制住了。2个月后，他的糖化血色素已经降到 7.1%。这背后的科学原理是，水果在胃中停留的时间约为30分钟，而混合餐食需要2到4小时。让水果单独通过消化系统，可以最大限度地吸收维生素，同时避免与其他营养素产生不良互动。特别推荐的黄金水果时间是早餐前30分钟，补充一夜消耗的肝糖；午餐前1小时，预防午餐过量；运动前30分钟，
提供快速能量。第3部分，我们分析蛋白质的分类摄取，让消化系统专注工作。而那位健身爱好者现在也调整了饮食策略，训练后立即饮用乳清蛋白，2小时后再补充豆浆或其他植物蛋白。腹胀感消失了，训练效果也明显提升。他兴奋地告诉我，不同来源的蛋白质应该像交通调度一样分流通行，动物蛋白、肉、蛋、奶适合正餐时食用，快速吸收的乳清蛋白适合训练后立即补充，植物蛋白及豆类、坚果适合作为点心。运动营养学期刊的研究证实，这种分时摄取策略能使肌肉合成效率提升 31%。在这里，我给出一份实践指南及一日食谱范例。根据这些原则，我为大家设计了一份安全分时范例。早餐，早上7点，全麦面包加鸡蛋；点心，上午10点，苹果或橙子；午餐，中午，绿叶沙拉加鸡胸肉；点心，下午3点，坚果1小把；晚餐，晚上6点，豆腐加海带汤；点心，晚上8点，温牛奶1杯。请大家注意，这只是一个范例，而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调整。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主题，即重新学习吃的智慧。那些装着满袋结石的肾脏，那些因营养不良而日渐消瘦的身躯，那些因错误饮食习惯而痛苦呻吟的患者，每一个都在诉说着同一个故事。我们对健康的渴望如此真挚，却又如此容易在迷途中迷失。记得那位肾结石患者出院时，握着我的手说：“大夫啊，我本幼稚的以为我把世界上最健康的食物都装进了碗里，没想到装进去的却是愚昧。”他的眼角有泪，而我的心中何尝不是满怀感慨。我们这一代人啊，也已经生活在资讯爆炸的时代。于是，我们急切地把所有好东西塞进同一餐，以为这样就能获得加倍的效益。殊不知，我们的身体不是仓库，而是一个精密的生态系统。那位糖尿病患者上周回来复诊，带着他刚学会走路的小孙女。小女孩蹦蹦跳跳地跑到我面前，递给我一颗苹果。严爷爷，谢谢你让奶奶又能带我去公园了。那一刻，看着祖孙俩的笑容，我强忍住眼眶的湿润。就是这样的时刻，让我深深明白，每一个正确的饮食选择，背后都连着一个家庭的幸福。我们常常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在病痛中才开始觉醒。那位健身爱好者现在成了社区的健康志工，他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我以前以为吃的越多越好，现在才明白，吃的对远比吃的多更重要。亲爱的朋友，当你在餐桌上精心搭配食物时，请记得，你的身体不是实验室，而是需要细心呵护的家园。每一口食物都应该是滋养，而不是负担。每一餐都应该是享受，而不是冒险。古人常说衣食同源，我更深信食亦有道。这个道不仅是选择对的食物，更是要用对的方式，在对的时间，让他们为我们服务。就像交响乐团需要指挥调配各种乐器，我们的身体也需要我们用心调配各种营养。今夜，当你准备明天的餐盒时，当你为家人准备早餐时，请记得这些用痛苦换来的教训，让我们学会聆听身体的声音，尊重消化的节奏，给每一种营养素发挥作用的最佳时机。健康从来不是一蹴可几的奇迹，而是日复一日的精心守护。愿我们都能在每个清晨的餐桌上，每个午后的点心里，每个夜晚的羹汤中，找到那条通往健康的正确道路。这条路上，我愿与诸位同行。最后，感谢你们的聆听。愿每个人都能拥有真正的健康，愿每个家庭
都能享有温馨的团圆时光。